洞察局勢，開啟視野。這裡是火力早報時間。特朗普指責澤連斯基阻礙和平，普京已準備好達成交易。新一輪混合戰爭，德國鐵路線遇襲。特朗普在接受路透社專訪時，對目前陷入僵局的俄烏和平協議進程發表評論。特朗普明確表示，阻礙協議達成的核心因素在於澤連斯基，而非普京。目前，普京已表現出達成交易的積極意願，而烏方表現則相對消極。按照特朗普的說法，正是澤連斯基的立場導致了這場二戰後歐洲最大衝突的持續。另據報道，特朗普不排除在即將舉行的達沃斯經濟論壇期間與澤連斯基進行面對面會晤。外界猜測，這或許是美國向基輔施加和談壓力的關鍵時刻。一定程度上來說，澤連斯基比普京更期盼和平。不同意和談的原因只有一個：克里姆林宮的要求太過苛刻。當前的重點應該是尋找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條約，而不是向烏克蘭施壓。中東警報：德黑蘭威脅打擊美軍基地。此刻，伊朗國內正爆發自1979年以來最嚴重的混亂。特朗普公開表示，如果伊朗政府實施暴力手段，美方將採取強有力的干預。路透社報道，德黑蘭方面向包括沙特、阿聯酋和土耳其在內的鄰國發出嚴厲警告：若美國針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境內的美軍基地將成為首要打擊目標。對此，美軍已開始採取預防性措施，從卡塔爾烏代德空軍基地等關鍵位置撤出部分非核心人員。與此同時，根據土庫曼斯坦外交部及多家媒體聯合披露，一艘名為羅納號的伊朗干貨船在里海海域發生事故。調查顯示，該船長期活躍於伊朗至俄羅斯的秘密軍火運輸線，多次往返於伊朗安澤利港與俄羅斯阿斯特拉罕港。據美媒此前調查，該航向是伊朗向俄羅斯運輸數十萬枚炮彈及各類彈藥的重要通道。此前，烏克蘭特種部隊曾成功襲擊過執行此類運輸任務的受制裁船只。目前，羅納號失事事件的後續處理正在按國際規則進行。船只發生事故只是開始。彭博社報道，為了鞏固與特朗普的關係，普京準備放棄伊朗。歐洲方向，俄羅斯新一輪的混合攻勢已經開始。德國埃森市附近發生貨運列車脫軌事故。值得關注的是，事故路段原定於幾小時後由一列運載美軍裝備的軍事列車使用。警方在軌道上發現了人為放置的金屬支架，不排除這是一起有預謀的破壞行為。誰做的，一目了然。受此影響，美軍車隊被迫改道。此前，德國境內已發生多起針對關鍵基礎設施的攻擊，包括柏林發電站縱火案導致的大規模停電。目前，德國安全部門正加強巡邏，嚴防極端組織針對美歐援烏補給線的進一步滲透與破壞。從白宮的和平施壓到德黑蘭的末路狂奔，再到針對歐洲的案件，全球局勢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變局。後續結果如何，火力軍將持續關注。今天的早報到這兒就結束了，我們下期見。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我們頻道一直在聊真實的軍事資訊和武器裝備，後台也經常有朋友問，有沒有值得推薦的入門級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觸到的產品。首先，它的外形還原度做得相當不錯，比例準確，武器上的一些關鍵細節和標識也都有體現，材質也說得過去，拿在手上有不錯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備一定的可動性，對於理解基礎操作原理有一定幫助，讓它不僅是個靜態擺件。綜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來看，價格確實比較親民。對於想入門模型收藏，或者單純想在桌上貼一個擺件的朋友來說，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商品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